同学你好，今天我们继续讲摄影艺术创作的相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前景当中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前景景物，叫做框架性前景。那么有关框架性前景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曾经提到过啊。我们说画面当中有了这种前景景物以后啊，我们再看画面的时候，仿佛我们是在透过一扇窗户向后看、向外看。那么这种前景呢，除了前景的一般的作用之外，它会有它独特的作用。那么框架性前景的第一种这个独特作用呢，它可以增强画面的图案美啊，特别是当这个框架本身具有相当的形式美感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框架性前景自身就很漂亮的时候啊，它可以使整个画面啊增强图案的美感，仿佛是给一个画面呢加了一个相框，使它看上去更漂亮。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那么这张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在日本拍摄的这样一个画面，从一个明显的带有日式的窗户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来向外面来拍摄。那么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日式的窗户形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前景，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而透过这个窗户向外看，首先看到的是窗外的一棵树。这棵树大家可以看到长得曲线非常多，有点比较纠结的这样一棵树。那么在树的后面呢，是另外一个房子的瓦片的顶，前景的窗户啊，中间的树，还有后景当中的这样的瓦片的窗户啊，组合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是第一眼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抽象的绘画一样的这样一个作品。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画面当中，这个框架性前景有效地增强了这个画面的它的图案的美感。我们再看这幅画面，这个画面呢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在上个世纪来北京拍摄到的这样一个画面。这个拍摄地点呢是在北京的琉璃厂啊，就是北京传统的古玩文物的这样一条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在一个古玩店里边，透过这个古玩店的门窗的窗格再向外拍。这个画面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视觉构成很有意思，每一个窗格都框出来一块似乎独立，但是其实又相互关联，似乎偶然，其实我们一思考，它又有内在的必然关系的一个一个的空间。所以这个前景的运用还是很有特点啊。当然我们今天再看这个画面同时还会感受到很强烈的这样的历史的这样的气氛一看和我们现在就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框架性前景的第二个作用，它可以突出后景当中面积不大的这样的主体。框架性前景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框架的中间的区域，从而可以看到后景当中的景物。我们看这幅画面，这个画面的题目叫做构成，没有太多的主题的内涵，但是呢是一个比较强调形式感的这样一个作品。利用前边某一个建筑物的局部来做框，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后边那个现代化的这个建筑上面，它会很突出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在这个框架的中间区域，不会再向周围四处去发散。包括这样的画面，大家看这张画面呢，我们的注意力一定是在中间的这个人物身上。这个画面呢也是我拍摄的，这是06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里边的这位教授呢就是我在美国跟的第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Howard Blaney。 那么他这是在干什么呢？他是他们学校的戏剧系的教授，他带的研究生在毕业之前要做汇报演出，他的研究生的汇报演出的剧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什么地方演呢？他们学校有一座露天的剧场，观众席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当中这样的一层水泥台，然后一层这个草坪在这儿。然后呢，我们这位教授呢就一个人拿着一把琴拿着一把斑鸠琴，躲在一个角落，为他的学生提供一点点音乐的点缀。我从看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呢，往这一坐，扭头正好看到教授处在这个方格当中。那么形成这个方格的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看台中间的这个扶手栏杆
我们利用这个扶手栏杆做框架性前景对整个画面做了一个分割，同时呢，把我们的注意力呢可以集中到这个主体人物身上。我们再看这幅画面，这幅画面拍得非常有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后景当中的一个小女孩站在海边，而在前景当中正好有一辆自行车驶过。那么摄影者拍摄的时候，正好透过自行车的前轮，我们可以看到后景当中的这个主体人物。前轮形成的框架把后景当中这个人物给突出出来。然后这个画面呢，除了突出后景的主体之外，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强的这种动静的这种对比所以这个视觉效果还是非常的有特点，非常的独特。那么框架性前景第3个作用，它可以遮挡画面当中多余的杂乱的景物。因为框架性前景在前景位置占的面积往往比较大，所以它对后景当中的这些多余杂乱的背景景物的遮挡会更有效。就像这幅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视点效果也是很有特点的。它拍摄于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的主城门洞里边，由北向南拍摄，然后按照广场上直射阳光的亮度来确定曝光。这样的话，门洞里边的严重曝光足成为一个简洁的黑框。那么拍摄的位置呢，正好又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透过这个门洞拍出去，正好把天安门广场几个标志性的景物一下都拍到画面里边来。我们可以看到国旗，可以看到纪念碑，可以看到毛主席纪念堂，而且整个画面最终又形成的是一个对称式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这个画面的视觉效果都是拍得非常好，框架性前景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框架性前景它是一种特殊的前景景物它除了一般的前景的作用之外，还有它几个独特的作用第一，它可以增强画面的图案美；第二，它可以突出后景当中面积比较小的主体；第三，它可以遮挡后景当中杂乱的多余的景物。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